上一篇我们说到达克鬼龙的崛起，他在赛场上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所害怕的环境。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聊他在后续版本出现的这个劲敌，为什么有更强力的卡片登场后，他依然能稳居在赛场的前三，并且为什么我们会说他会是一个统治环境的卡主？因为从已有的数据来看，从 A2B 开始到 A4A。达克鬼龙的比赛对战场次已经高达了42428场，获得第一名的成绩。不过这并没有包括比赛初期的这个超梦卡组，而排在第二名的则是耶诞树和雪拉比的组合，总场次为27633场。可能大家会好奇，为什么第二名会是这样早期的一个爬组？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原因其实和环境的变化、游戏的热度都有关系。随着玩家参赛人数大幅的减少，再加上整体热度的下降，就算是新版本中的水军公主使用率已经高达20%左右，但是它的总场次也只有7100场左右。相比之下，以前的环境中，即便使用率只有12.58%，比赛场次依然是能够突破2万场的。大家好，我是Tony阿成，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是有订阅的。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那正式进入本期的视频吧。到了 H3A， 达克鬼龙迎来了他新的天敌暴击文，而暴击文的基础伤害是120点，但是由于草系克制的加持下，足以直接一拳带走没有斗篷的达克莱伊。而新登场的费洛美狼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策略，它能先 poke 伤害，再搭配炽热拉受伤的达克莱伊或者鬼龙直接上场，然后直接昏厥。更关键的是，究极一收了套牌还有乐舞的搭配，还能在逆风的时候更快速的填能，使得暴击文并不容易卡能量。可以说当时就是暴击文的时代，节奏是相当顺畅的。不过暴击文并不是唯一的压力来源，引爆大兽和花舞鸟的组合在当时的版本同样给达克鬼龙造成了不错的威胁。花舞鸟的特性是能让1叉宝可梦无法对它造成伤害，而当时新的扩充包推出的引爆大兽只需2颗能量就能打出100点的伤害。在这样的环境下，达克鬼龙的应对手段非常有限，即便搭配了头盔，但是也是很难彻底的解决花舞鸟。尽管如此，达克鬼龙的强度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除了草系克制的构筑，它在面对大多数构筑的时候，仍能打的不分上下，依旧是环境中的顶尖选择之一。来到了 H3B 异步花园，这个扩充包推出了非常强势的仙子异步，可以说是又再次的彻底改变了当时的环境。由于仙子可以更快速的这个绿牌的能力，让在 A3 樱糖果变强的2阶进化宝可梦再次集体起飞。当时只要是2阶进化的卡主，比如说喷火龙、忍蛙、利尔路莎等，都是因为仙子异步的出现而在排位和比赛中的出场率大幅的提升。当时成为主流的是仙子和忍蛙的组合，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他们2个都是人气非常高的宝可梦，而且强度和契合度也是极高的。这套组合在目前版本的这个水军忍蛙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是把仙子一步换成水军，而且卡组还可以因为减少了这个仙子和伊布的这个卡片，所以有更多的空间放额外的辅助卡。它的强势点就是在于忍蛙能成为可靠的主力输出手，而且在面对当时有非常多的花舞鸟的时候，和当时非常流行的火属性喷火龙构筑的时候，都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应对的。也正因如此，仙子忍蛙一度成为当时比赛环境中使用率第1的卡组。而在面对达克鬼龙的时候，仙子忍蛙的表现也是同样出色的，两者都打得几乎不分上下。但是由于仙子忍蛙不是打爆发的构筑，并且绿牌速度非常快，所以当时的达克构筑都会搭配2张的乔伊来这个应对 poker， 而以及有些玩家会放满红牌或者火星来快速的就是在仙子绿牌的时候再次把他的手牌打回3张。然而仙子喷火龙的构筑才是达克鬼龙真正的威胁，只要第3回合成功进化喷火龙，基本上就已经锁定了胜局。即便是强如达克鬼龙，也很难在面对仙子喷火龙时找到翻盘的机会。再加上喷火龙搭配莉莉埃的续航，鬼龙又非常难爆发一拳昏厥喷火龙。可以说在这个版本里，达克鬼龙依然是稳居 T1， 但不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与其他强势卡组并肩而立。而暴击文也因为大量崛起的火系构筑而数量大幅减少。不过其实从这边看就比较有趣了，就是达克鬼龙是非常幸运的，总会在他有这个克星的时候，有别的卡组会直接帮达克鬼龙消灭他的克星。虽然是说喷火龙也是会稍微克制达克鬼龙一些，但是达克鬼龙最少是有一战之力的。接
进入到了 A4 天与海的之一，许多人原本预测叶一步和达克会成为新的完美双核，再次掀起腥风血雨，但现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套组合并没有成为环境主流，反而崛起的竟然是太阳一步构筑。太阳一步的强大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它能自带回血，极大延长了生存能力；第二，它只需要2颗能量就能造成80点的伤害。表面看似平平无奇，但乘以2拳就是160点，刚好可以击倒主流的基础1叉140点血量的宝可梦，哪怕那只宝可梦搭配了这个斗篷，照样是会被这个太阳一步给击倒。而且本身的能量搭配和仙子一步又是完全一模一样，是超属性能量的，所以呢，仙子一步在这套卡组也是能成为一个打手，这使得这副卡组在比赛和排位中都是表现极为稳定的，而且算是上手来说是近期最容易的一套卡组。而事实上也是当时的排位冠军也是用太阳仙子这一套卡组达到了10000分的这个排位分数，是相当恐怖的。然而太阳一步这套卡组在遇到达克鬼龙情况就完全不同的，在面对续航弹，达克鬼龙能通过调整构筑加入更多的巧艺和山药来进行应对，再加上属性上的优势，直接将太阳一步压制在下风。在环境后期，由于达克鬼龙的表现太过强劲，反倒是唤醒他最大的敌人暴击纹的使用率直接大幅回升，试图再次对达克构筑进行施压。不过暴击纹又被太阳仙子所克制，所以这种互相牵制的环境让达克鬼龙得以持续的笑到最后，就和上个版本一样，总会有人站出来帮达克鬼龙阻挡这个克制他的构筑。而来到了 A4A 幻之水域，达克莱伊依然顽强的活跃在环境的顶端，经历了8个版本，它也从未彻底的消失。只要没有出现专门的属性克制的卡组，它几乎总能稳稳地站在 T1 的行列。事实上，真正让它陷入低谷的也只有暴击纹主宰环境的那段时期。除此之外，达克鬼龙几乎每个版本都能稳居比赛环境的前3。而在 A4A 整体环境对它算是相当平衡的，没有说哪一套卡组能完全克制达克鬼龙。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可能就是火一步构筑了。依靠赤红和背包的加成，火一步能够将打点提升至150到160点，这对中后期基础1叉卡来说是相当大的威胁。但即便如此，达克鬼龙依旧能凭借高稳定性和灵活性成为排位和比赛中的常青树。虽然达克鬼龙很强，但是在拥有更快速度填能的达克阿尔和宝宝的组合，只要顺风，依然是能对达克鬼龙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最主要还是因为达克的特性填能，以及阿尔宙斯的高爆发，再加上赤红的这个伤害加成，能够将打点提升至170点，足以昏厥满血的达克鬼龙，哪怕是有斗篷的搭配。纵观整个 PTCC Pocket 的历史，达克莱伊从 A2 的初登场开始，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主流的舞台。它或许有出现过这个低潮期，比如被草系的约旦树暴击纹狠狠针对，但它总能在下一个版本找到新的搭档和新的定位，例如马纽拉、鬼龙、自爆磁怪、阿尔宙斯等等的卡片和构筑相当灵活的这个特性，在比赛和排位各种的游走。它之所以能一直坚挺，有3个关键的原因。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单卡能力过硬，既能打点又能靠特性压血量。第二，就是它的血量和功能兼具，在基础1叉算是属于超模的存在。而第三，它的卡组搭配极其灵活，永远能根据这个环境来做调整。不过最妙的还是就是每当出现克制它的卡组的时候，那些卡组总会被别的主流卡组给压制下去，导致环境永远留有达克莱伊的位置。今天的达克鬼龙的一生就分享到这里了，你觉得它还能继续强势下去吗？还是说在即将来到的 Mega 版本里，它会被彻底替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如果你也曾经用过达克，或者被达克打爆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知道你也是梦魇神的见证者。别忘了订阅和按赞，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多的版本分析和宝可梦的故事。